是上线了吗？哎，苏你好。你好。好，大家早上好的了。苏你好。你好。今天是第6课。我们原来呢就是10课，就是要做10课。苏你们的那个麦克风还没有开。哦，OK。好。好了哈。开了，对。我们今天是第6课第6堂了。然后我们原计划呢就10堂，就是一个 program， 那么就过了一半。那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辩证，那个辩证呢也是以西方辩证为主我们不给人家证断的。那么西方它是科学的，它有这个最先进的仪器，它可以拿来做这个诊断的。我们没有，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条件来做这个辩证或者诊断。那么呢，我们就是以西方的为标准。西方它辩证了，就是知道你有什么毛病，但是他不一定会知道怎么给你处理这个病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就是自体免疫功能的，他们没有办法。很多系统他们都没办法，而且凡是神经系统的，我说的是植物神经的，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呢就用我们的科学去来解决的。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什么毛病，但是你怎么去处理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方法。我们呢就是说最重要呢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毛病，你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譬如有的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过敏，过敏呢西方也是一个头痛的。中医有一定的办法，但是办法还是不是很效果很显彰的。那么呢，我们就说我们要彻底治好这个过敏的。那么呢，我们这个过敏呢也是简单的了。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人有各类的不同的皮肤毛病，他们还有皮肤专科。但是皮肤专科有用吗？也没见得有什么特别的好，除了给你一点呢，那个查这个药膏，那个也是完蛋了。那么到底他为什么呢治不好这么多病？因为他们缺乏了这个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他们还有神经专家的，那个神经专家到底对人体又有什么帮助呢？所谓的神经专家不外乎就是脑的专家，就是说脑控制这个神经，就是给你讲一大堆的理论，这个脑的神经怎么走啊，哪里受伤啊。但是你说你是神经专科，叫 neurologist， 那么那些 neurologist 神经专科专家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门医院的，你说我的心脏神经在哪里，他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么多专家，每一个人都打着专家的旗号，他们到底治好了多少病？那么我们就说，既然你知道了，那么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治疗这个毛病？那么我们就说，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我们是神经系统的，就是说你应该知道这个神经在哪里，是哪里塞住了，这个才可以有帮助解决问题的。我也刚刚看了，好像苏 KK 送来了2个，就是台大的教授在哪里讲这个生物电，人体的生物电神经系统的，他还说了一大堆的
这个欧五定律。那么欧五定律，他是教授，他也花了很多功夫的，这些人一辈子就是学这个生物电的。但是他提出了这个欧五定律，欧五定律是3个组成的，一个电压，一个电流，一个电阻。他们呢都是在哪里讨论这个电压和电流，但是没有人去研究这个电阻对电流、电压的影响。那么你这个电流和电压离不开这个电阻啊，3个是在一起的。一个他们的研究呢是从正常细胞的状况去研究的，但是有病，就是说这个正常细胞变得不正常了。为什么有癌症？癌症就是这个细胞的电压掉下去了。那个陈教授他还在哪里说，正常最高的去了100个 millivolt 啊，去正常的，但是医学的研究不正常的癌细胞是40个 millivolt。那么呢，他们应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电压会降下去？啊，为什么这个电流会掉下去？因为受了电阻的影响。这个电阻呢，我们就是叫阻滞点，或者叫 blockage。阻塞点。这个阻滞或者阻塞。阻塞点。都是一样，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走到了哪一个点，是哪里出了问题，解决了这个电阻的问题，那么呢，这个电压和电流才可以恢复正常的。那么全世界呢，有人他们研究的都是跟那个陈医生、陈教授。陈教授是谁？台大的。哦。他有两个 video 你可以参考。苏 KK 他已经这样送到我们这个群组。这个种子队里面去了，可以参考。但是他讲的很清楚、很详细、很科学，有的圣经你看不懂的，但是他就忘记了这个电阻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呢看病也是一样，既然这个神经是导体，那么就是说它是导体，它就产生了这个电流和电压。但是他们呢还有一个研究呢，就是在那个陈教授的里面的，就是说它就通过生物电的时候，它产生了电的作用，同时它也产生了化学的作用。当然嘛，因为这个神经是由化学物质组成的，那么它影响这个化学的改变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是集中在化学那方面，我用化学来改变这个电阻，可以吗？不可以。那么呢，我们就说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要在哪里用我们的方法。但是我们的方法是很多的。今天早上呢，我又做了一个方法，这个新的10分钟之前呢，我又做了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呢也是骨传导。骨传导呢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方法，不是绝对的。那么就是说看你自己的背景，譬如你走到这个第4胸椎，它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皮肤、汗腺、毛囊和乳腺的。那么有这些汗腺、乳腺、毛囊哪些人出现问题，他在第4胸椎一定有问题的，这个是可重复性的。那么这个可重复性，要是你是针灸师的话，可以在哪里打一根针，可以做艾灸。你是按摩推拿师的，也可以在第4胸椎做按摩推拿。在美国还有那个指压疗法，
也可以用日本的指压术啊。那么就是说，看你是用什么方法觉得方便。那么我们呢，还有一个刀疗呢，我们的刀疗也可以，这是我们的刀疗啊，我们的刀疗这个不是台湾的，是我自己发明的啊。台湾是用菜刀，台湾是锋利的。我们的不锋利的，我们这个呢就是简单的多，而且安全，你也不用怕，也没有这个宗教和神秘主义，啊，台湾的是一种宗教和神秘的疗法，我们不需要。那么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你用电疗也好，你在哪里注射那个 B12都好，不论用什么方法，按照你自己所知道的方法去做就好了。那么就是说是哪里出问题，就是说用你自己已经有的方式去处理就好了。所以呢，就不一定要我们一定要什么机器啊，我们一定要针灸，我们一定什么没有，就是说你知道哪里出问题，就在哪里解决问题。譬如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就是1、2、3、4、7，就是说你有免疫的问题呢，就在1、2、3、4、7哪里做文章就好了，你不需要想着我应该怎么做，就是说在哪里应该在哪里做，不是用什么方式。当然有的方式是更合适的，但是按照你个人自己的条件去选择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范围很广泛的啊。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呢，论治也是第一个就是用什么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就用我已经知道的方式去解决它的。譬如一个很简单的，我们还有一个仪式表，仪式表今天呢在吗？对啊。那么呢，仪式表它原来呢就是有这个胰腺炎的。那么这个胰腺炎，我们刚刚又有另外一个胰腺炎呢也来了这里。那么胰腺炎你怎么处理？那么你看西医也没办法，因为它这个就是炎症。看中医也困难啊，因为中医还没有这个免疫系统的理论。中医的理论就是说卫经卫气就是保卫的卫，防卫的卫。那么就是在胃经里，那肺经里哪里做文章了？那么肺经可不可以治呢？这个难了，也没有人会想到用肺经这个胃气不足去处理这个免疫系统或者这个胰腺炎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你既然是胰腺炎，那么胰脏有2个神经，第一个就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就是在第7的右边或左边，大多数都是在右边，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在左侧，因为胰腺是横跨右去左边的。它的头就是在右边，它的身和尾就是在左边的，但是有的人在尾和这个身哪里出问题，它又在左边。但是我们要更方便，就2边都处理，那个就不会错的了。然后再配合1、2、3、4，然后配合这个7，它还有一个就是迷走神经，迷走神经就是副交感神经的分支，它属于脑神经的第10对。这个脑神经第10对，它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穴位，这个新的穴位就叫迷津。迷津穴在这个颚骨的下方，但是它在里面的比较困难走到。
但是也不是很难，只是你走过一次，那就容易的了。很多医生现在都会说哪些人啊，哎，你这个迷走神经出问题了。但是迷走神经这么分布这么广泛，到底是哪一个神经、哪一段、哪一个点出问题了？他们没有得案的，而且他们也从来不关心怎么将这个神经打开，或者将这个 blockage 左介点打通，他们没有这个理论，更加没有这个理论，更加没有这个操作的了。中医这里连穴位都没有，旁边有好几个，但是中医最大的问题，那些针灸师、甚至连推拿师、按摩师，他们都不敢按这里的呀，因为他们呢，这里呢有一个动脉，颈动脉，他们呢就怕弄了这个颈动脉产生意外的，其实这个根本呢就离这个颈动脉太远了。而且呢，它基本上呢就松鼠乳突肌的末端那里，然后一走一走，它按一按，为什么痛呢？痛，中医的理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将它打通它，我们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将它打通。那么还有一个疗法，机械性的打通可以，我们可不可以用意念来将它打通呢？也可以。所以呢，我们用意念的疗法，你个人的意念是非常有限度的，但是你用意念，用一个集体的意念，那个力量就很大的了。那么什么叫意念？现在还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有一个意念，现在还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个谜。但是心理学呢，这个意念有3个的，就是有一个意识、潜意识，还有超意识。不是潜意识、无意识。consciousness、subconsciousness、unconsciousness，3个无意识。那么这3个意识，一个就是以心理学来说这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是说人有一个 consciousness、subconsciousness、unconsciousness， 这个呢就属于你个人的，是一个单体的。但是小孩子一出生就会哭，又会吃奶，那么这个意识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是在你出生前、死后已经存在的了。那么人呢，我现在这个意识 consciousness 就是以时间来说，就是现在。现在我正在说话，我正在发生的事，这个就是 consciousness 意识。但是我们是有记忆的，记忆是从过去的记忆，就是说从你出生那一刻，这个记忆已经产生了，那个叫 subconsciousness。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没出生前、出生后、死后还存在的，那个就是叫 unconsciousness， 就是无时不在、无所不在。那么这个意识，然后从这个集体潜意识，从那个荣格心理学就跟弗洛伊德分裂了，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集体潜意识，他将这个集体潜意识加进去了。然后荣格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超意识，因为超意识这个更难理解了，因为它跟宗教、上帝创世者一切的黑洞太复杂了，所以呢，我们一般呢也很困难解释这个超意识。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就是说，纯体是有集体潜意识，但是所有的不论动物的好，所有的生物，它的意识、潜意识就组成了一个超意识。
那么呢，我们可以说是上帝创世者，你怎么说就是怎么说的了。但是这个超意识太玄了啊，我们呢就不再去探讨这一个，我们去了一个集体潜意识已经够的了。当一个人有一个集体潜意识，那么因为意识它也是一种能量，意识研证实就是脑的活动，脑的活动它就产生一个脑电波，有脑电波它就有这个离子，是由电子产生的。但是除了电子，还有什么产生这个意识的吗？当然有，只是我们还没研究得到。所以呢，我们这个意识呢就停留在这个电子，但是光子出现了，因为人想东西的时候，它那个光子也改变了，那个太玄了。那么我们大家想见一个穴位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个穴位或者阿宿穴或者一个针灸穴位，它就产生一个能量的，那么意识就可以改变了这个能量。那么意识改变能量，譬如我们就是说，第一胸椎是血液骨髓的，那么集体的力量去了那个第一胸椎，那个骨髓就变化了，它哪里这个压痛点也有改变的了。那么很多人就说，你们这个同人疗法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说有能量就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这个存在的能量，我们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因为苏格 K 他们也做了一个实验了，你看着拿着这个那么就是说我们一敲这个的时候呢，这个呢就产生了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呢我们看得到的。那么这个能量它可不可以通过人的意识将它传到病人哪里，或者甚至健康人哪里？当然可以嘛，这个就是意识的力量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迷信，我们没有迷信这个科学，因为我们的科学他们不敢做这个实验，我们敢，我们也是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譬如我们就是说大家将手放出来，大家放一个手，我们敲这个手的时候我们敲这个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意念就是在劳工的了你看陈医生的手都发红了那么你针灸有气的有能量的流动，我敲这个有没有？当然有嘛，那个呢就是大家都会感觉得到的。好，我们敲 T1 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感觉的，所以呢这个叫科学，而且这个呢科学就可以用仪器测量得到的。我们看这个仪器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那个仪器的变动。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就是最基本的理论，同人疗法。同人疗法就是集体的潜意识产生的能量，这个能量呢可以跟病人的所谓病气，我们其实不是病气，只是这个叫转折点将它连在一起，将它打通了。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意念，也可以用机械性的方式把阻塞点打开。两个都是有它的特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机械的地方你碰不到的，那就用意念了。譬如我们这个脑
有问题了。但是脑的问题，你用机械针也针不到，插不到进去，推拿也推不进去。那么我们用这个意念，就有意念的特长的了。进不去的，我们用骨传导现在可以进去了。有的人骨传导都进不去，那个意念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便宜的。那么意念，为什么我们不用意念？你看，所有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很重视这个意念，但是他们的意念可不可以用来治病呢？又是一个问题。很多宗教，很多用意念的，他们缺乏的是什么呢？他们缺乏的就是一个集体潜意识，他们没有人提出这个集体潜意识。我们用科学的语言，就是我们组成了我们一个同人疗法的集体潜意识，简称就是同人疗法。其实这个同人疗法就是这个集体潜意识。是宗教上面就说大家的祈福，这些都是集体潜意识啊。研究上是这样的，他们理论上他们没有人说我们集体的给你产生一个集体潜意识，他们没有在治疗方面，不是在祈祷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这个集体潜意识。他们算是就是一个猴子，这个叫100个猴子的故事 ，100 Monkey Story， 就是讲这个问题。猴子也不知道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集体潜意识。但是我们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来解释我们的疗法，那就科学研究就有根据的了。好。我是那个Jarvis 有问题，然后我也有问题。说啊。好我有问题，就是这个人的这个用这个 Tri-Field 来人的这个能量，我也在家里面试过，因为如果用这个有 magnet， 尤其是在如果没有 heat， 没有敲东西的话，如果这个 magnet 在的话，你动它的话，就会影响这个 EMF 和 radiation。所以有 EMF 的时候，这个 Tri-Field 就会比较大。但是如果我用没有 magnet 的话，就没有效果。所以经常就是说我自己就有一点实验，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耗东西，耗这个身体的话，人都这个 electricity 的 PCO electricity， 所以说好像用这个 Tri-Field 来人都不是人的，它这个 EMF 是不是有人的它这个electricity 这个 EM， 所以我在网上看的时候，他们人的这个 PCO electricity 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在打的时候，他有人用这个 electrometer 做些东西来看才看到。所以说我们用这个 Tri-Field 来人的话，我们要看它构成在身体构成这个 PCO electricity 的话，是不是要看这个EM instead of 这个 EMF。 因为如果用这个因为这个 hammer 上面有 magnet， 这个呢，你要从这个物理学哪里得到答案？你知道拿个发电机吗？发电机的原理就是切割磁场，就是说这个磁场要活动的才产生电流的。你知道那个发电机还有这个电动机，它都是准的。为什么它会准？这个在物理学就叫做切割磁场。切割你切割磁场活动了，磁场在活动才产生电流的，所以呢叫电磁效应。那个以前就说电磁
为什么这个电线会将这个电子传动？其实不是电子的传动，现在的科学发现是电磁磁场在改变，在传带这个电流的。所以这个带有磁场活动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不单是这个垂直的活动产生这个电流、电磁场，还有一个引力也是跟速度有关系的。引力你转到越快的话，引力也改变了。那么还有一个叫反引力的实验，反引力轮子，就是说它增强了这个速度，到这个电池速度去到1200个转1分钟的时候，它就失重了。42磅的轮子会飞起来的。这个也是麻省理工学院也做了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 anti-gravity wheel 的实验，你可以上网查到那个资料，就是说运动改变了引力，运动改变了磁场和电池的，还有这个运动也可以改变光子的。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将光子frozen 冻结起来的了。所以呢，我们这个锤子活动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个电磁效应。当这个电磁效应，当你在碰接到身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个压电电流又是另外一个反应。因为我们要产生更多的电子，但是这个电子产生了，你怎么去到人体？然后这个骨传导就是说，你碰到骨头的时候，骨头就结集，将这个能量储藏起来了。骨头储藏了能量，白天它就储藏能量，晚上它就释放这个能量。那么它释放能量去了哪里呢？骨头的外面全都是软组织，它有这个筋，还有这个肌肉这个韧带，它这些呢就是将这个生物电储藏起来的生物电，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一个补充你细胞的能量，还有一个补充能量了，还有一个修复细胞的问题的，因为有的细胞受伤了，它就将它修复。还有细胞你白天用了多了，没力没气了，它就补充这个生物电进去。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一举一手就可以提到100磅？其实这个力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个力就是从你身体的细胞，就是骨骼肌的放电，这个放电你才可以活动的，没有这个放电现象，你这个手是不可以动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能量也是细胞的放电，但是白天你举了100磅，那么这个细胞也用了这个电了，那么到了晚上它就要补充这个能量，补充能量呢，你第二天才可以再次应用这个能量的。所以针灸它只是刺激你的神经，但是它没有产生这个电磁场，也没有产生这个压电电流。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比针灸还要快。我们就是近来我们也做了很多个 Parkinson 运动神经元的。就是说，它那个细胞也不灵了，我们将它补充能量进去。那么一般呢，那些帕金森2到5分钟，你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这个完全是科学的，对，谢谢老师。意思表你有什么问题？老师，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超意识跟超意识跟那个集体潜意识的地方，我可以把它 understanding 成为那个时候就是观察者效应吗？他这个还是一个不算是观察者效应。观察者效应呢，就是说你自己的意念通过眼睛看的东西可以改变可以将它这个波粒二象改变的。但是它又有另外一个，它这个他们一样的双缝实验，它用的是箭头。那么怎么箭头会有意念？现在又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了。但是我们就说这个箭头可以跟人意识相纠缠的在一起的了。所以呢，其实用了这个箭头，其实它也可以代表一个意识，或者代表一个集体潜意识。现在还是一个谜，没办法研究到。但是这种现象没有人可以否认的现在不是双缝实验了，是多缝实验也成功的了。所以老师，我们在这边讲的观察者效应比较大的成分是在讲 healer 本身的观察嘛？healer 本身的 healer 我们的 healer 的观察很重要因为 healer 的观察影响一个人的脑波的。譬如你看一个医生你一听到的医生的观察就说这个人活不过了5个月，那么就是很巧的很灵的，那个人真的过不了5个月的。那么是不是医生的观察者效应？但是来我们这里的人呢，绝大多数说我说你死不了那真的这些人真的死不了的。那么是不是观察者效应呢？或者影响他的思维，或者他的那个命运？因为将来就很深奥的，我们要讲到怎么改变命运。命运也是一个波，也是由离子组成的。然后将来也可以研究探讨那个灵魂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我们意念可以改变一切？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呢，它还有一个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但是我们虽然进了量子物理学，但是两个物理学不可分割的。要是他们将它分割，那个就不科学的了这是将来我们可以考虑再研究下去好，我们看看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拿一个病例来研究探讨还有那个朱迪，你有什么病例的不理解的可以提出来的。Julia， 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老师刚刚有提到用那个测的那个东西就是打的时候它有波在动，那这个东西对，那个东西好像我们讲电话的时候手机放在耳朵上，那就是手机在讲话跟手机对应的时候也会有那个波，但是那个波跟我们现在打的这个波，是不是说因为我们敲了，所以而且是敲在骨头上，所以它会产生压电电流？我只是手机的讲话，只是纯粹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说波，我们这个敲打呢，这个就是电流，就是电磁波。你讲话有回音的那个呢，就是声波。声波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声波就是一种机械的震荡，它不一定产生这个电流的。譬如你拉小提琴，它也产生一个波的。
那个是木头的波，是不是电磁波的？是一个机械的震荡传到耳朵去。但是现在这个耳机又改变了，耳机就有骨传导的耳机的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呢，也是从耳机的那个骨传导哪里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有分别的。那么这个声波会不会对人体产生一个有效的疗法呢？当然有，因为很多人呢都用这个声波啊，南华大学哪里都有一个用声波去治疗的，声波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的。但是用声波疗法，它这个声波就缺乏了什么啊？就是缺乏了这个 blockage 的原理，就少了一个左介的理论。所以呢，它这个疗效是非常有限度，但是你又不能否认它。南华大学还有一个用音乐拉二胡的啊，来治病呢，我也见过的那个啊，可以啊，那是声波对人体的思维的产生的一个作用，可以。但是这个他们也没有人去，我可不可以用声波去打开这个 blockage？ 不知道。譬如它有一个音差产生的震荡和它这个频率对人的耳朵、对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反应，但是它会不会用这个音差的另外一端放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左介点那里呢？他们也没有这个理论，也没有人去尝试过。所以呢，南华大学哪里应该用这个音波放在那个 blockage 哪里，看看它怎么样。我解答你这个问题嘛啊。是，另外还有老师刚刚提到说，耳机也是一个骨传导，是不是？不是，你现在去买耳机啊，有两种，一个是电池的，用 coil 的，有磁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用这个骨传导的，两个。现在耳机都改变了。那么我知道那个仪器本来来测的时候好像是测 EMF， 对不对？那个测 EMF 的跟老师的这个电压，是 EMF 这个理论呢，就是那个你说的 EMF 的理论呢，现在科学上呢还是一个很大的争论。他们也研究了100年了，这个 EMF 呢频率影响身体呢还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啊。而且买它的机器现在，到5年前呢大概6000块买他们的机器，现在大概应该涨到7000到8000了。很多人呢都还是在争论这个问题，到底这个 EMF 可以治到好有多少病？我们可以放一个疑问在哪里啊？这些东西我都实验过，都用过，而且40年前我已经开始研究那些，40年前，觉得基本上没什么疗效的啊。这个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一个理论性的争论，他们不是于我们的范围，我们也不信他的理论。我本来以为，我今天脑筋有一点整个改过来，我本来以为 EMF 是对人体有害的。我们不接受他的这个理论。哦 ，OK， 好，谢谢老师。谢谢。因为有很多人用手机就说会伤害身体，所以不用手机。啊，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了，因为他们就跟那个 5G、6G 这个有一点呢，很多人认为是阴谋论，什么人都有。那个呢，我们就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是这个频率会不会影响呢？会。
但是我们生活在宇宙中，每一个人在宇宙的空间，有害的射线太多了，你怎么防？就是说，人是有一种本能去对抗这些辐射的伤害的，或者频率的伤害的。人是有一种本能，但是譬如现在的人家又说你这个耳机这个电脑戴着电脑的耳机会引起脑癌，那么就说你不用这个 5G， 不用 6G， 你用任何的电话，你看现在的人一拿电话就是几个小时的，那么几个小时你脖子受得了吗？那个脖子已经出问题了，肌肉已经出问题了，但是没有人去说这个肌肉产生问题，骨头产生问题。那么提倡这个手机产生脑癌的是哪些人提倡的？然后呢，就是卖石头的哪些人提倡的？你买了我这个石头放在手机那里啊，600块啊，买那个石头啊，就不会产生脑癌了。你知道40年前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就是普通的电视机，它都有这个保护膜给你的，那个保护膜都70块美金了。那么现在这些保护膜去了哪里？保护镜片在哪里？没了。因为历史证实它这些没用的东西，但是他们已经赚了钱了。很多人呢都是打着这个量子物理学什么什么的，都是卖石头的给你的。你带着我这个石头就可以，没事的了。你让我这个石头放在你的手机后面，你打手机就没事的了。他们就根本呢就是一种推销，不是科学。我们不探讨这些东西的。所以这里头还这个商机都没有看到。我说这些当初会说这些有问题，原来也是一个商业的行为。我绝对相信这些，因为他们一看600块买那个石头放进去，差不多比手机还要贵。你说你带着它看看有没用？没用的。这是我们的理论，因为在宇宙中有害的射线太多了，有益的有害的都存在，那么是不是带了你这个石头就没事的了我也见过一个，我去了佛罗里达讲课，那个人啊就买了一个大陆的有玉的，是跟哪一个傅伟忠买的，大师傅伟忠，我一看在大陆这个不超过5块美金，你知道他卖多少钱吗？2000美金。拿2000美金，我开过光的，一开过光，我说2000美金太便宜了，要是叫王开过光啊，这个2万都有人买。就是有卖的有买的就成交了那个，但是我们不上当，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好，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的？卢在明。老师好，老师请教，那个我们现在的那个用磁锤敲打这个藤条产生压电电流。那为什么不用磁锤直接敲打那个压电陶瓷片，让它产生压电电流，会不会更强一点？你用这个压电电流呢，就是靠这个压力，还有一个呢是绝缘体。这个压电陶瓷呢，一敲它就碎的了，很容易坏的。我这里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压电陶瓷的瓷片，那么呢，就是机械线来说，这个容易损坏。这个藤条呢，就是反正有，它也舒服，打的效果并不比敲在压电陶瓷上的，因为这个藤条它有弹性，压电陶瓷没有弹性，而且一敲它
很脆弱的，容易破裂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藤条。还有 OK，好藤条的那个密度，不一样的。密度不一样，它特别容易传导进去身体的肌肉跟骨头。所以呢，我们敲的时候呢，有2个压力的，一个就是压力由锤子到藤条，另外一个压力由藤条直接去骨头里面然后打藤条的时候呢，我昨天呢打的呢，今天呢还是红的。这个红呢跟我们出沙一样，因为你拔火罐呢拔的时候呢，它是黑的，我们打的时候呢是红的。所以它的效果跟拔罐刮痧也是一样。可是它有一个。就是维系血管。维系血管破充裂。血或者破裂。我用那个，我这里还有那些压电陶瓷，可是维系血管破裂那个刮痧跟拔罐维系血管破裂也是一个治病的方法，但是它没有办法把那个把电流储存在骨头里面。所以它出问题呢，它的维系血管就充血，等它破裂了，它马上就长一个新的。就是增加了这个新陈代谢，对，还有血液循环，它就产生了这个效果，还有产生了那个免疫系统的激活免疫系统。然后呢，Chris， 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你来分析一下，因为我星期六我没看电脑，就是 Chicago 的 Gary 的故事。哦 ，OK。他还住在你家里1天的。Yeah，Gary 跟他太太住在我家1天，然后他们有一个奇迹。Gary 他3月份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老师的诊所，那他是大肠癌，那他是从他们那时候呢是从 Chicago 过来，那时候来的时候呢是带着拐杖进来的。那老师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用压电陶，就是用这个piezoelectricity 压电流骨传导来帮病人治病。那他那时候来了1个礼拜，回去的时候就已经好多了。上次2个礼拜，1个礼拜前又来到老师这边，又住了1个礼拜，又待了1个礼拜。那这一次呢，回去以后，他们这次来是自己开车来，开车回去，所以已经比上一次好多了。那回去了以后，医生检查呢，发现他已经没有癌症了。他原来星期5要开刀的。对。星期6的上网，他说没有癌症。那么他有没有开刀呢？不知道。但是起码他第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不看西医，他就飞过来看我们，然后他连拐杖都掉了，还自己由 Chicago 开车来到 Boston， 开了2天的开车，他自己开车的，然后这次飞回去，他说星期5开刀，然后医生说你没有癌症了。所以星期6因为不是我上网，是学生上网看到，他就在网上，然后今天可能再问详细一点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起码他已经断症没有癌症，所以呢，医生还没做化疗，还没做手术，什么都没做，已经没有癌症。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哪一天呢，就那个阿里森。还不到2个月，第4期的淋巴癌。Chris， 你也可以说说这个。Alison 来到我们中心大概1个多月，不到2个月。那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是第4期的淋巴癌。那时候肾脏也不好，身体状况都很差。那老师也帮他做了治疗了以后呢，他现在就是肾脏的状况大有改善，已经不需要再去看肾脏科医生，他的贫血状况也改善。那他另外呢，就是癌症的状况也大有改善。现在医生说不用再做照片的了，只是3个月看1次，
来的时候就每一个月都要检查，没闷的了，在哪里哭了一大场，反正没闷的了，那医生呢？这个医生的观察者效应就是你完蛋，来我这里呢，我说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死不了，现在死不了了，他还要帮人家撬锤子，现在。每日上呢，他都敲好几个，自己帮人家敲起来了。这里的奇迹太多了，这里的奇迹。好啦，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可以提出来的，我们的时候又差不多的了。老师，我可以问吗？不要问这一句，就是直接问就好了因为你问这一句又浪费了几秒钟。老师，我知道我们在辩证上面来讲是以西医的神经系统但是因为毕竟我们面对的比较多的是华人，那我们熟悉的可能也会是比较中医的那一些系统，对我们来讲在可能言辞上会比较熟悉。那我想问的问题是说，在中医的可能它有一些湿气，身体的湿气或者是一些寒燥等等的这一些问题来讲的话，我们在同人疗法的治疗上，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回答，或者是可以来解释这一些吗？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用的温度计美国现在还是用腌制，用寸，台湾。全世界没有人用寸的了，多少寸？只有英国和美国用。但是全世界呢用这个叫公制，要多少公分？那么要公分和寸可以转换吗？当然可以嘛。但是你这个中医，它根本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绝学。绝学还是哲学 ？philosophy。哲学。那么这个 philosophy，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感冒，每一个中医看的都不一样了，因为你这个感冒有实症有虚症，有表症有里症，那么。但是我们就是说来说去，感冒就是感冒了，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好，有的人觉得我胃不舒服，那么胃又有虚的，又有寒的，又实的，一大堆的，那么我们就说，反正你是这个胃出毛病了，我们就给你在胃的地方按一按。不论你是虚的还是实的，都要是相同。所以呢，我就写了哪部书，唯一的中文书就是叫按诊。你看到按诊，那么我们按一按，你中医把脉，100个中医师把脉，100个在争论，因为每一个人都对，你看那个念过中医的人，他们最喜欢。上什么课念中医的，就是脉理，但是脉理的时候呢，一定是我对你错的，每一个人都是我对你错，但是这个按诊就没有你对我错的了，用眼睛都看得到的了，摸得到，看也看得到，所以呢，我就写了这一部书叫按诊，就是说我们用一按诊，你跑不了，一按哪里痛，就是用我们的方法。就来诊断到底是什么出问题了。譬如我们说的，刚刚我们有一个盗汗的，这个盗汗已经这么难治的了，有的人没有汗的，那么没有汗和盗汗、乳癌，它在第4胸椎一定出问题的，一定有一个压痛点，所以呢，我们呢。就是用我们的按诊来诊断它，知道哪里出毛病的。好啦，牛皮吹足了那么呢又要下个星期再见了
啊。老师这边按诊就是所谓的阿是穴吗？按诊是一部书，我们有本书叫《按诊》，是我们的最基础的一本书。